还是没有找到赫利亚的行踪。以瑞木眼下混乱的状况，想弄清楚他的去向的确有些困难。影怪似乎越来越多了，希望赫利亚不要遇到什么危险。是我们疏忽了。赫利亚这样要强的人，就算他心里明白自己应该休息调整，但在行动上，他还是会不顾一切，试图用自己的力量为克拉丽再做些什么。所以我们必须在赫利亚做出更冒险的举动前，尽快找到他。啊！徐梦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刚的影怪……还真是万幸，他没有伤到你。他的目标好像不是我，或者说，是他刻意忽略了我吗？难道这些普通的影怪还有自己的意识吗？我也不清楚，或许只是单纯的巧合吧。没事的，比安卡，现在时间紧迫，我们还是先找到赫利亚要紧。好吧，其实除了赫利亚，还有一个人在瑞木不见踪影，让我比较在意。我担心他或许就是赫利亚的目标。利托斯特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恐惧会诞育影子，影子又滋长恐惧，二者相辅相成。说不定这就是他屠戮参赛者，令瑞木陷入恐慌的原因。但在你讲给我们的预知梦里，看起来会引发影灾的明明是那位高塔的神明雷耶拉，而利托斯特正是封印影灾的七术之一。或许是因为历史大幅度偏离原本的轨迹之后，引发影灾的人变成了利托斯特。毕竟作为七术契机的星之环在我手里，而且上面附着的影的污染似乎也消失了。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难道仅仅是希望影灾笼罩洛星吗？可是这又与他殒命铸造影坛拱卫廊丘的事迹截然相反。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过去轮回中的事迹就对利特斯特的判断先入为主，但他身上的谜团着实太多，我们必须考虑每一种因素与可能。我明白，如果说利托斯特是因为一场意外令影灾在这个世界降临，他过去深训影坛的赎罪之举或许还合理一点，可主动引起了影灾，却想要在事后尽自己所能弥补，那不是太荒谬了吗？而且虽然影灾可以由恐惧诞育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屠杀实术战争的参赛者，引起他们的仇恨呢？还是说……我明白了，你的确完全不惧怕死亡，不如说求之不得。他依然执着于只求一死呢？徐梦者，你想到了什么吗？或许……救命！救命！去看看。救命！他们要吃掉我！别怕，直至永恒。月光破晓，直贯云霄，微光净域，速战速决。直至永恒，轻而易举。盛世在手。影怪越来越多了。比安卡，我还是先把他送回刚才安全的地方。的确，你多小心，寻梦者。放心吧。这边，跟我来。那是陈学姐，或许可以问问她知不知道赫利亚的下落。你好，陈学姐。陈雪。啊，是你呀！你
你认识我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上次在廊丘救那几个抢玉牌的小喽啰，你也出现在他们的老巢里了。我当时想着一脱身就回去救你们，结果我远远的看见你这家伙凭着3寸不烂之舌将他们说的通通缴械投降。啊，看来我当时白紧张了，你还挺厉害嘛。没什么。后来我看到你们和灯组织将那几个坏蛋一锅端，我就先离开了，没想到还能在瑞木碰上你。说起来还得谢谢你们呢，我早看那群抢玉牌的家伙不顺眼了。哦，对了，光顾着说廊丘的事了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呢。我的名字是寻梦者。陈学姐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。好说，寻梦者。啊，不管是从廊丘偷偷来瑞木的方法，还是这里大大小小的新鲜事，我都知道。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位跟我差不多高，有灰色头发、穿红色制服的少女？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不小心走散了。灰色头发的少女吗？我倒是没有印象。啊，现在这影怪闹得人心惶惶，丢了个人的确很头疼啊。啊，我跟你一起去打听打听吧。这附近是我跟几个同伴设置的避难处，有不少人可以询问。离比安卡太远，或许有些冒险，但难得有个机会去打听赫利亚的线索，还是值得的。好，谢谢你，陈学姐。陈雪。哎呀，没事，就这么叫，我爱听。啊，没想到我也能有被人叫姐姐的一天，感觉意外的还不错。好，陈学姐。先去那里找人问问。陈学姐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影怪被我的手吸收了吗？为什么？星之环上附着的影是在我的手中得到了净化，街上出现的影怪也不会去主动攻击我，而我与影子的联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。这一切是因为我是雷耶拉的缩影，是他的基石。我在按着他的轨迹溯流而上，追随着他过去的脚步返回原点，直至我在旅途的最后完全成为他的影子，拥有能让整个落星陷入影在之中的能力，甚至终有一日，是否我也会像他一样，亲手缔造这场灭世的灾难，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无尽恐惧之中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不要这种力量，我绝不会成为他的影子。喂，寻梦者，寻梦者！陈学姐，你终于理我了！你刚才就像失了魂一样，半天不说话，吓了我一跳。你没事吧？我刚才……是啊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一下子就把那只冲过来的影怪吸收进手心。哎，我说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虽然我知道玉牌能让人短暂获得影子的力量，但能吸收影怪这种事还
还真是闻所未闻。如果这是因为我与影子的力量同源呢？啊？没什么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，陈学姐。在没有确认拥有这份能力会带来的后果之前，像现在这样靠近我，太冒险了。陈学姐，你看，根本没事嘛，这明明是很厉害的力量啊！要是你救了我，我还害怕你疏远你，那也太奇怪了。可是，如果影子又会从我的手中释放呢？如果从此以后，影怪会不停地被我吸引，连累我周围的人，甚至在不远的未来，一场隐恶缔造的灾难会通过这双手降临。那寻梦者，如果你所说的一切它真的发生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假如我无法阻止这样的惨剧，不得不去面对绝望的后果，我会竭尽所能弥补那些罪责，用一切办法救助陷入灾难的人。你看，这才是我在廊丘见到的那个舍身入局、智取绑匪的寻梦者嘛。该怎么说呢？就像这把匕首，要是到了宵小之徒手中，就是作恶的凶器；可如果到了好人手里，那就是保护大家的利刃呐。所以我相信，刚才面对影怪挡在我身前的你，会是手持利刃去对抗邪恶的英雄。可陈学姐，如果我不能一直做一位英雄呢？我是说，假如我注定滑向罪恶的一端，成为一个坏人呢？我倒是在电视剧里看过类似的设定呢。让我想想，主人公后来做了什么来着？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某个人的影子，那么他大概也会走上和这个人同样的道路，直至抵达同一个终局。陈学姐，你相信这件事吗？你是说，就像好人的孩子也更容易走上好人的道路，而坏人便相反？虽然有些偏差，但差不多吧。那当然不一定啦，好人的孩子也可以成为坏人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就像人人都说我姐姐既温柔善良又懂事听话，可一提到我就摇头叹息，说我毛手毛脚，遇事不决，净喜欢打架，调皮捣蛋一个不落。所以说嘛，连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亲姐妹也会有不同的性子，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。但我就是喜欢现在的自己，自己的出身也好，他人的看法也罢，没有什么能够决定我。就像电视剧里那位作为邪恶傀儡诞生的主人公，在伙伴的帮助下克服了无数困难，最终扭转了自己和世界的命运。这样挣扎不肯认输的一生，多酷啊！你看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决定你会成为谁的，肯定不是你无法改变的出身，而是这一路的冒险，还有你自己的想法。是啊。这样说好像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呢，毕竟我才不会因为家人都喜欢读书，就非要按照姐姐的期望去当什么无聊的研究员。我要决定我自己的路。那如果陈学姐在将来也会成为一名研究员呢？那怎么可能？就算如此，那也是我经过一番闯荡、深思熟虑的结果，才不是生来如此。的确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陈学姐。嗨，小事小事，这都是我在社会上历练得出的道理。你瞧，刚才这么长的时间，离你这么近的我也没什么事啊，所以安心啦。你无论从哪里看上去，都跟我没什么两样呀。
你就是你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除了在数据之海诞生之外，你跟大家也没什么不同啊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那就是比大家更聪明一点，理解知识更快一点。还有，从小就特别黏我这一点。瞧，还有比别人都更容易脸红一点。但寻梦者，你就是你，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是我勇敢而善良的后辈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是啊，永远不会改变，陈学姐。看来你已经好多了，只是这街上的情况现在可不太妙啊。即使是避难处也出现了隐怪，水木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吗？我们得快点回去看看大家。正好去跟我的朋友比安卡会合，但这一路的隐怪……喂，你可别小瞧了你的陈学姐，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有你呀。要主动去运用这份与里耶拉同源的力量，吸收隐怪吗？是啊，这样的我，也能用手中的力量，自己的选择，挺起胸膛帮助别人。那么我的道路与结局，是否会就此不同？我们出发吧，陈学姐。尝试靠近后，将它们吸收吧，我可以做到。用我的力量，帮助大家。即使源于暗影，也能带来光明。做得不错。厉害呀！另一只会被惊动吧？同时撂倒就解决了。做得好，合作愉快。我来了，到我登场。寻梦者的朋友果然厉害，谢谢，都交给我吧，相信我吗？怎么能让你单打独斗？抢我的！我也来帮忙。哪里？寻梦者，这是……说来话长，我现在可以吸收隐怪。没事的，比安卡，你别担心。好，穿石破云。嘿哈呀呀，星落天元，嘿呀呀耶，荣光不灭，哈，嘿哈呀呀，盛世在手，天地任行，嘿，微光禁欲，速战速决，嘿哈呀呀，持志永恒，百战百胜，嘿。寻梦者，你还好吧？这位就是……她就是陈学姐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没事。看四周的情况，我们的比安卡已经将附近的隐怪全部消灭了。是啊，你这孩子人小鬼大，竟然这么厉害！之前看你在擂台上单挑利托斯特时，我都想穿过电视屏幕去给你鼓掌了。陈学姐，其实比安卡她……
小事，刚才也多亏了你们帮忙。说起来，寻梦者，现在的你，居然能将影怪完全吸收吗？从最开始的小型影怪不再伤害我，到能用这双手吸收影怪，虽然不理解原因，但从结构上来看，我的确在逐渐获得它本源的力量。毕竟，我与它本就……不，寻梦者，你就是你，我们从来都不是作为谁而活。影的力量或许因其强大而存在风险，但它本身并没有额外的善恶。即使你还不清楚自己在过去与它之间发生的连结，但你依然拥有自己选择的未来。我明白，别担心，比安卡。刚才我用影的力量帮助大家后，主动使用这份力量，似乎已经没有我最开始想象的那么难以接受了。你就应该乐观一点才对嘛！现在瑞木影怪四起，你的能力加上比安卡的实力，简直是对大家必不可少的助力。说到瑞木乱糟糟的情况，肯定跟那个屠戮参赛者丧心病狂的主办方利托斯特脱不了干系。谁知道他现在龟缩到哪里去了？要是再让我遇到，肯定揍得他满地找牙。诸位，许久不见。这个声音化成灰我都认得出，利托斯特。我知道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因为心怀仇恨，在这座城市中遍寻我的踪迹。当然，还有许多人依然渴望成为实数战争的胜者，神的骑士，因此在心底期望如我这般强大的对手尽快消失殆尽，永不复原。至于剩下那些心怀侥幸妄想逃离瑞木之人，现在你们应该知晓，这座永夜之城早已沦为一座孤岛。既然你们没有退路，逃无可逃，那么诸位何不为了你们心中的欲求，前往这决赛擂台，让你们眼中的仇恨，心底的渴望，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实数战争决赛中得以平息，并用你们的双手亲自向我呈现行于此间的意义。毕竟其时已至，我将于神明的注目下，为他献上一名骑士最后的承诺。你们说，有什么比绝望更悲苦，比死亡更残酷，比杀戮更狠毒？弱者自命不凡的挣扎，一届又一届的实数战争，从不被神瞩目的胜者，永远都不会被选定的骑士，就是诸位都是弱者最好的注解。太久了，已经太久了。我看遍了弱者为一生都无法触及的事浪费所有，我厌倦了庸人求而不得，最后郁郁而终。那么，诸位还有谁认定自己并非凡庸，注定要越过这道禀赋的界限，注定会与强者同列？难道你们就把这样孱弱的自己当作万中无一的胜者？既如此，今日便用你们的鲜血划定这道庸与神的界限，昭示天下。自此绝地天通，凡庸与强者各得其所。住手！利托斯特，你的恶行到此为止了。哦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一直在等待你的现身，当之无愧的强者，世界外的来客。我知晓以你的秉性，断然不会容许屠戮了你同伴的刽子手继续于此任意妄为。看来不是我的错觉，你一反常态站到台前，大张旗鼓引我前来，为了杀死我的友人，甚至不惜动用了你秘藏的力量。你在谋划些什么？你在焦急些什么？看来你不仅身手了得，洞察力与智谋也是一流。如果你能再次击败我，想必会被众人推举为众望所归的下一任骑士。你知道我不是为此而来，告诉我，
你夺去克拉丽生命的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从何而来？为什么甚至可以影响到世界外的我们？那是你的特殊全能吗？哼，你只需知晓，你又多了一个非打倒我不可的理由。果然，你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造就如今你我赌上生死对决的局面。可台下的这些人呢？这些毫无过错的普通人，你为什么要把他们也卷进来？你明明是神的骑士，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子民？无法看清自己的弱小，本身就是一种过错，而代替神明手染鲜血，整肃异己，也是骑士的本分。新的时代即将来临，这些注定平凡却心有不甘的弱者，是世界向前迈进的最大敌人。如此浅薄虚伪，如此孱弱愚钝，索性一次除个干净，还新的时代一片净土。能引领时代的，只有万中无一的强者。他们能触及星辰，可踏向远天，就像你一样天赋异禀，轻易就能达到弱者们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成就。而弱者只需跟随强者的脚步，蜷缩在天才们的庇护之下，接受自己无可改变的羸弱，安分守己度过平凡的一生。可偏偏他们中的有些人，在那些光辉下迷失了自我，误以为自己这一生注定不凡，误以为自己也有那般潜力。丑陋的挣扎过后，却只能感到自己与强者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，远比身上的伤口更让自己一蹶不振，痛苦万分，直至最终一事无成。我受够了看一群蝼蚁的自命不凡，自取其辱。我厌倦了平庸的灾祸在神明庇佑之地如瘟疫一般蔓延。我必须用事实让弱者认清这个世界，看清自己和天才间的差距。所以你就要断送了他们今后的机会与希望？利托斯特，你凭什么为他们做决定？那么你呢？天之骄子，注定的强者，你又凭什么替他们辩解，将这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称作机会与希望？还是说，你将继续他们的苦难，鼓励弱者重新踏上多舛的道路，视为一种正义？那么它究竟是正义，还是一颗你镶嵌在虚伪冠冕上的宝石而已？不，正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本就是普通人，他们的脚步才能决定这整个世界前行的速度，决定所有人将抵达一个怎样的未来。禀赋普通的人想越过自己平凡的一生，追求一条向上的路，挫败与悲伤当然会贯穿他们前行的始终。但那些自诩强者的人，没有资格因此掐断他们的道路，因为那就是强者的自以为是。比起你名为保护的囚禁，引领与教导，才是那些暂时走在大家前面的人应该做的事。因为那些普通人总有一天会用自己的道路，走到所谓强者的身旁，甚至用他们的品质与创造启发，帮助你口中的强者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给预备役女武神培训的惴惴不安，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教给我的后辈们什么事情，所以我按照丽塔的建议问他们目标是什么。在一双双或好奇或崇敬的眼睛中，我听到了一句回答，他的声音并不大，甚至有些害怕的颤抖，但我清楚地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即使整间教室因他的回答骤然陷入哄笑。他说，我想成为你。我记得灰色头发下因笑声而面带窘迫的脸，可因为他的回答，我感到了安心与欣喜，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想要向前也必将向前的未来。我要引领教导他们前行，并帮助他们在训练与任务中获得前行的能力，面对挫折的勇气，还有不容动摇的底线与决心。这就是我要做的事。他现在的确经历了苦痛，或许此时此刻正走在一段晦暗无光、布满阴翳的道路上，但我见证了他从预备役起从未间断的努力与进步，知道他会在一次次挫折后依然奋力向前，所以我永远相信他。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。既然你自认为掌握了关于弱者的真理，那不如
就用你手中的长刃，以及我的死亡，向我证明，你口中的世界才是未来。否则，这擂台之下的弱者，今日将全部葬送于此。寻梦者，休想再伤害任何人！哦，送死之人怎么又多了一个？克里亚，抱歉，前辈，寻梦者，是我一时冲动，私自离开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别这样说，你还好吗，赫利亚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没事的。这段时间，我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也想明白了一些道理。不过，现在已经解决了，真的。看来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，赫利亚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心结，获得了不得了的成长。仔细一看，的确整个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。我知道自己犯了很多错，导致了很多恶果，但我不会再逃避了。我会接受这样浑身缺点的自己，以独属于赫利亚的方式继续前进。我一直都相信着你，赫利亚。果然还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勇敢坚韧、认真倔强的赫利亚呀。前辈，寻梦者，我有一个请求。接下来与利托斯特的对决，请交给我。赫利亚，这瑞木城中的隐怪依然存在，这就说明他引起的恐慌还没有结束，需要前辈这样的战士保护无辜的民众。而我与利托斯特之间，必须由我亲手做个了结。赫利亚，这对你来说会是一场无比艰难的战斗，和你过去经历的所有训练、任务都完全不同。你没有犯错的空间、失误的余地，每一个瞬间的错漏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。我非常清楚。作为你的前辈与老师，我当然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身后，但作为你的朋友与同伴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所以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赫利亚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前辈，我知道这场战斗一定会异常艰难。我更知道，只要离开前辈身后，踏上擂台，就不会再有可以后悔的选择。可我们这些后辈，总要独自去面对，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，对吗？放心，我的勇敢与决心绝不是无谓的莽撞。我知道，过去在面对利托斯特时，我总是着急的想要向他，向我自己证明，我并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弱者。可经历了种种事情，我明白了，即使身为普通的赫利亚，也绝不意味着一切毫无意义。我必须接纳一个糟糕、美好却完整的自己。因为努力和坚持就是我的天赋。相信奇迹的普通人正是奇迹本身。所以，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自乱阵脚，顾此失彼，着急向利托斯特证明我的能力。这是一场我与自己的战斗。不愧是赫利亚，总能很快找到改变自己的经验。毕竟，努力不是毫无思考的盲目重复，而是在跌倒后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，并在爬起时尝试做到更好。
我知道了，我相信你，赫利亚。那接下来我去解决瑞木的隐怪，寻梦者去和大家疏散人群。赫利亚，这里的战场就全部交给你了。是，天命 A 级女武神赫利亚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吧，赫利亚。我想知道，你是否会挣脱生命的束缚，在天空之下翩翩起舞，忘记自己谨小慎微，现实残酷，将所有的热情全部倾注，然后像个傻瓜一样全力以赴。